一方有难，八方添乱，一声网络警报，100亿市值蒸发。老铁们，让快手冲上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第2。听财阀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快手被黑，股价跳水，为啥下载量却爆了？据证券时报网报道，12月22日，在快手平台上，一场突如其来、规模巨大的黑灰产攻击，超过 1.7 万个僵尸账号如潮水般同时开播，内容清一色违规。很多直播内容不堪入目，有的直播间还被用机器人刷到了近10万人观看，让这个日活跃用户超过4亿的短视频巨头，在短短1个多小时内经历了从内容失控到功能熔断的惊魂夜。当晚平台那头直接就炸了锅。快手的技术团队肯定是忙得脚不沾地，封号限流、拦截能用的招全用上了。最后实在没辙了，为了不让事态继续恶化，他们只能用上最终手段，无差别关停整个直播频道。那1-2个小时里，你点开快手的直播，只会看到服务器繁忙或者啥也没有。对于1个月活跃用户超过4亿的超级平台来说，这跟社交网络瘫痪也没啥区别了，绝对是它历史上最难熬的3个小时。更让人玩味的是资本市场和普通用户的反应。第二天，快手的股价应声下跌超过 3%， 市值一晚上蒸发了100亿港元。但与此同时，快手 APP 却因为巨大的围观和讨论热度，冲上了苹果应用商店免费榜的第2名。这一跌一升之间，到底藏着什么故事？这次攻击根本不是几个黑客在键盘前的炫技，而更像一场高度工业化、自动化的军事行动。攻击方是这么干的，他们早就通过自动化工具在暗网上以每个几元人民币的成本囤积了海量的僵尸账号。行动当晚，这些账号如同听到统一号令，在同一时间集体上线开播，播放预制好的违规内容。高峰时约 1.7 万个直播间同步爆破。这种打法专治各种人工防御，你想想，就算审核员3头6臂，1秒钟能封几个号，但机器生成账号和内容的速度是每秒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这就形成了封禁不及新增的死局，平台的审核系统在短时间内彻底失灵。安全专家说，这标志着网络黑灰产已经进入了自动化攻击时代，而很多大平台的主要防御还停留在人工审核加关键词过滤的层面。这就好比对方已经开着坦克集群冲锋了，你这边还主要依靠弓箭手在城墙上防守，被降维打击是分分钟的事儿。最让外人看不懂的神转折来了，平台出了这么大的糗事，为什么大家反而纷纷跑去下载？这就要提到一条神奇的互联网热搜定律，有时候巨大的负面就是顶级的流量。当晚，快手直播间成了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无数人出于好奇，真的吗？我去看看，截个图，留个证据。大量原本不用快手的人也下载了 APP， 想去围观一下。甚至网上有截图显示，事件期间有超过400万名用户回归快手。这波下载狂潮生动演绎了什么是好奇心经济学。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用户的注意力和时间是终极货币。负面事件在短时间内以一种极端的方式集中投放了海量的注意力。所以你看到的是平台被黑，好丢脸，但冰冷的算法和数据看到的可能是一根陡然飙升的诱人的用户增长曲线。这荒谬的一幕正是数字时代流量逻辑的极致体现。既然流量赚到了，那资本市场为什么还不买账，让股价跌了呢？因为股市投资者和吃瓜群众算的不是同一本账，股民和机构看的不是一时热闹，他们真正担心的是这次事件暴露出的可能动摇公司根基的长期风险。1. 信任危机，直播是快手的核心业务和现金流。这次事件让用户和广告主质疑，在这个平台看直播做生意安全吗？下次会不会轮到我？品牌信任的损伤修复起来极其昂贵和漫长。2. 监管重拳，我国法律对平台内容安全有严格规定，即便平台自称被攻击，如果被认定没有履行好安全防护义务，也可能面临最高100万级的罚款，甚至相关业务整改。3. 能力质疑，一家市值几千亿的科技巨头竟被如此轻易地攻破城池，市场自然会怀疑它的技术护城河够深吗？它的应急管理团队是睡着了吗？这直接动摇了投资者对其长期治理能力和技术实力的信心。更有意思的是，有安全研究员分析，攻击者耗费巨大成本使用了海量实名账号，却看不到直接的经济收益，其动机可能就包括影响资本市场，甚至涉嫌操纵股价。数据显示，攻击次日快手的卖空股数激增至1194万股，远超此前。
无论这是否是主要目的，客观上都让做空者获利，让普通股民受损。说到这里，你可能会好奇，这群数字军团搞这么大阵仗，图啥呢？就为了恶心一下快手，安全专家们也纳闷，说这次攻击并无直接收益，像是一次自杀式袭击，但越是反常，越值得深究。目前有2种推测，第一种是武力炫耀，就像电影里的反派总要展示一下新式武器，黑产可能是在向全行业秀肌肉，看我有能力瞬间瘫痪一个头部平台，你们都好自为之。这既能打响业内名气，未来也可能勒索其他平台。第二种则可能牵扯到更复杂的资本游戏。有敏锐的观察者发现，在快手被攻击的前后，资本市场出现了一些微妙变化。尽管快手公司自己最近在连续回购股票，但攻击发生后，市场的卖空交易量却大幅激增，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是否有人想通过制造混乱来影响股价，从中牟利。无论动机如何，这都意味着我们普通用户每天刷得开心的短视频平台实际上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战场上，它们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的使用体验，甚至个人信息安全。这场风波里，快手股价受损，用户受到惊吓，看起来满盘皆输，但仔细看，角落里还真有偷笑的。首当其冲的就是网络安全板块的股票。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 A 股网络安全概念股开盘就走强，多家公司股价大涨。道理很简单，快手的事件给所有上市公司老板敲响了警钟，网络安全不是成本，是保险费。市场预期各大公司都会加大安全投入，网络安全公司自然成了发灾难财的赢家。其次是快手的所有竞争对手，无论国内还是国外的同类短视频直播平台，都免费获得了一次生动的危机公关反面教材。他们可以一边加强自身防御，一边默默收割那些对快手产生不信任感的用户和广告主。网络空间不再是没有边际的草原，对于我们这些数字市民来说，明白哪里热闹哪里危险，保护好自己，或许就是从这个故事里学到的最实用一课。